在越南找个媳妇儿结婚要花多少钱？在越南生小孩要花多少钱？如果说小孩在越南上学要花多少？接下来视频大家聊一聊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蒋哥，我在越南生活。旁边这是我在越南娶的媳妇儿啊。我今年42岁，我媳妇25岁，我们结婚了啊。宝宝现在已经有5个月了。很多老铁在私信我啊，问我啊，我在越南娶个老婆花了多少钱？然后呢，小孩出生在越南出生呢，费用高不高？如果说小孩留在越南上学要花多少钱？其实我直播的时候不好说这些话，然后我拍个视频，希望我知道的跟大家就是说分享一下啊。首先呢，我先声明一下啊，我来越南呢不是为了找老婆来，我来越南呢是为了做点生意，后来遇到了她啊，彼此觉得合适了，然后我们结婚了。越南这边女孩吧，性格还是比较好聊的，不高冷，然后比较勤劳，这是优点。有一点点啊，越南女孩特别要面子，而且非常在乎老公的尊重，所以说你嘴巴要甜一点，这样的话很容易找到，很容易泡到啊。我们是自由恋爱的，所以说我老婆没有要什么彩礼啊，没有什么这种条件呐，你要买房买车了，她没有，她家人也没有提出。我们在胡志明这边的要求比较高一点，如果去农村的话比较低。我朋友在农村结婚了，他买台摩托车啊，完了还买一个首饰，花了1万多，买摩托车花了1万多，再加上一点礼金的话，也就1万多，也就4万多块钱左右，可能他花的都不到5万块。胡志明相对呢，这些就比较高了啊。我媳妇儿结婚了这么2年了，我也没有说，她也没有说给我要点啥。非得要买套房子，这个没有。然后呢，我们都是主动给一点，都是说有一点心意啦，主动给，不要等别人说啊。我老婆她是华人，她的妈妈是中国人，所以说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。在这越南有很多华侨，以前3代华侨在这边呢有很多。我们小孩在越南出生的嘛，我老婆是剖腹产。我老婆在胡志明的第一妇幼医院做的剖腹产，就今年才花了2800块钱，这比较便宜啊。他这边生小孩剖腹产2800，如果顺产的话才几百块，这医药费的话比较少。我租下了最高档的一个单间就是1天房费的话700块左右，那个单间是我们自己就是我自己人在里面住的，不可以别的那个。产妇过来我们就自己包了一个单间，这样也没花几个钱我在里面待了7天，6天，然后我们出来的。所以说在这边呢，生小孩的费用都不高。小孩上学呢，我朋友他们的孩子在这边上学，他们是这边没有什么义务教育不是说像我们国内这种义务教育9年的，他们也要交一点学费。现在他们上小学的学费的话，那天他给我拿了一个单，我看了一下，就是20万。20万的话，相当于人民币60块钱左右50多块钱60块钱，就是小孩上学1个月60多块钱。这里也分私人和公立学校，这个都有。我那个朋友上的是公立学校，他说他是公立学校。如果说你像我是一样的话，在越南生活，在越南娶个老婆，然后在越南结婚生小孩的话，我刚才的视频你可以参考一下。其实跨国婚姻很累很操心，要办理很多手续，事情很多，结婚后会遇到很多困难，比如性格啦、习俗啦、语言，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啦，大家想的可能都不一样，这个有很多困难要克服要2个人很包容就是老公也好，老婆也好，要彼此对方互相理解，这样才能过日子。如果说小孩以后你是中国户口了，再回国小孩回国读书还好。如果说在越南你们在越南生活，然后小孩是中国户口，如果说他在这边上学还很麻烦，要找个学校接收还很麻烦。小孩来在这边的话，他还需要办理签证。这都是以后的，以后生活上呢会遇到很多困难我说的这么多，就是想跟你说，就是结婚跨国婚姻吧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我家老铁们天天看着我们拍段子，觉得我们很幸福，然后想到越南找个老婆。我就是说，如果说普通的家庭的话，或者没有那么多精力的话，很难维持这个关系
希望想来越南找老婆的兄弟们一定要想清楚啊！感谢大家支持啊！谢谢大家一直关注我们，感谢大家。越南女孩现实吗？娶个越南老婆到底什么感受？接下来视频我们聊一聊啊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翔哥啊，旁边是我老婆，她是越南人。很多老铁私信我说的，越南女孩到底现实不现实？是不是先谈钱后谈感情？是不是有米就能找到年轻的漂亮的媳妇儿？跟我说了很多这些问题啊，还有问我的在越南这边生活有什么感受？生活了这几年，找了越南老婆之后啊，生活到底怎么样？其实这些话题都是很敏感的，我直播的时候不敢说，一说的话很容易违规，可能还会得罪很多人啊。我们今天就聊一聊这个话题。以上是我个人的看法啊，如果说的不好听，你们不要喷我。我老婆在这里呢，我说这话可能得罪我老婆，希望官方不要把我这个视频屏蔽了啊。首先呢，那个女人现实不现实啊，不分国家啊，不分越南什么中国，哪里都不分。因为女人吧，那个她结了婚之后吧，很多都放弃了自己的事业，然后呢，她没有工作，在家里一心维护这个家庭，在家里啊带孩子啊，伺候老人呐，照顾小朋友啦，给老公做饭啦，每天就是全职啊，全职太太。这个她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她就没有安全感。有的时候啊，她现实一点，想要老公多给她一点，这个很正常。很多人都这么说嘛，就是有条件的男人不怕女人现实，对不对，兄弟们？啊，所以说这个现实这两个字吧，不能安在女人身上，啊，也不能翻到说的越南女孩，这个根本都搭不到边儿了啊。我在越南这边生活，越南的经济呢跟我们国内比啊，要差一个台阶。越南的工资啊比较低，普通的饭店的服务员工资才1000多块钱，啊，1000元，进厂的话2000元算高的了。但是越南的消费啊，在城里的消费啊并不低啊。很多人呢要打2份工才能养家。在越南很多农村人也好啊，城里也好，他们家里都是很多小孩儿。我老婆他们家都有3个孩子，啊，我老婆她是姊妹3个，有很多都7、8个都有。这样的话，他们家庭条件并不富裕。很多女孩在选择老公的时候，很多都是看重对方啊条件好不好，这个是很普遍的。这个不是现实啊，这是要生活啊，这是生存。还有老铁问我啊，你在越南这边结婚了，这几年待的顺不顺心？什么感觉？找个越南媳妇儿？如果说越南这边没有疫情啊，生活非常安逸啊。现在有疫情，在家里啊不能外出很难。如果没有疫情的话，越南是个幸福指数很高的一个地方。他这边不需要还什么房贷啦，没有这些压力啊，而且消费啊，照北上广深比还下那个要少了很多。然后呢，如果有2个米的话，在这边的话有很多的优越感啊，你可以当大哥，这种感觉很爽。越南女孩是很勤劳、很节约，她们会把家里啊收拾很干净。找个越南老婆呢，她不会让你做家务了啊，她基本都是全包了，带孩子啦、照顾老人啦、照顾小孩，这个她是可以的。但是只需要你养家就行了。有一点非常好，她不会问你老公啊，你在外面1个月可以挣多少钱，你要不都交家里，都交给她，她来分配。这个他不需要啊！我在这边，我和我老婆结婚，我老婆不问我有多少存款，她也不问我一天能挣多少钱，她就说你家里的开支，反正你花了就行了，房子了、小孩了、保姆了这些的，反正她要啥你给她买啥啊，每个月再给她一点啊，她够用就行了，她不会说都要，这种的话就挺安逸啊。我这样说，大哥你们都懂了哈。我们有点私房钱是可以的。男人嘛都是要面子，这点越南女孩做得很好，非常会撒娇啊，绝对不会高冷。找个越南老婆一定要注意这个方面啊，就是一定要尊重她，尊重他们的同时啊，一定要尊重她的家人。越南的女孩把亲情放在第一位
啊，就是父母的亲情放在第一位，其次才是爱情。他们很孝顺，这种孝顺呢，就是跟你说明白了，就是一定要父母开心就开心，他就开心；父母不开心，他就不开心。很多跟我一样的那个娶越南老婆的朋友啊，我们在一起聊天，他们都是这样的啊。每个月的话要给老婆家里啊那个父母啊一点生活费，这些都要给的。这个跟我们国内不一样，我们国内是可给可不给，但是越南这边女孩很注重这方面，所以说有这个情况在这里啊，你们找越南媳妇儿的以后一定要想清楚啊，你要准备好养家才行。老婆，我刚才在跟他们说我在这边找老婆，然后的感受啊，我说的都是真的啊，我这是实实在在的啊，我说的这些啊都是我在这边的生活经历啊，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视频，谢谢大家关注，感谢大家。越南适不适合移民？越南的绿卡怎么办理？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我们的视频。我是翔哥，我在越南这边生活，旁边是我老婆，她是越南人啊。很多老铁问我是不是在越南安家，然后移民到这边了，拿了越南绿卡。如果是要移民到越南，要什么条件？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啊。首先我声明啊，我本人没有移民越南，我是永远不会改变国籍的啊，我是中国人。还有啊，我在越南生活，娶了个越南老婆而已，不是移民，是常住。所以说大家不要再问我是不是越南人啊，我是中国人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移民的条件。现在移民到越南这边吧，现在要在这边有一种啊，就是注册公司，然后投资5万美金以上。我听他们说，在这边合法经营3年以上啊，就是说正规的公司，保持合法经营的，可以申请越南绿卡，带着家人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跟越南人结婚啊，就是跟他们通婚。通婚之后啊，在这边满7年到8年以后啊，可以申请越南籍。我个人看法啊，移民越南呢不适合啊，这个因为我们来到这里的语言不通，治安没有我们国内好，医疗方面和学校呢肯定没有我们国内好。如果说来这里养老啦，有点不适合。来这边的工资啊，如果生活的工资的话也还比较低，没有我们国内的那个很高的收入，到时候以后怎么办？这边是有很多华人，像我老婆她也是华人，她是第3代华侨，就是祖辈儿下南洋过来的，后来就回不去了。现在来越南的中国人呢，想的都是在越南做点生意，看看能不能挣点钱，觉得这边的市场啊前景还好一点。另外呢，还有1多半是想找个越南女孩结婚的。如果说想移民呢，成为越南人的几乎是没有啊。这次疫情爆发，很多在国外的同胞应该深有感触了啊。我们的国家就像母亲一样呵护她的孩子，就算我们在海外，你看我们也接种了那个免费的疫苗啊，我们大使馆组织的。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家，就算那些发达国家，又有几个能做得到的？所以说我们幸福感很强啊，必须感恩。我是中国人啊，我觉得我感到很自豪。我肯定不会移民啊！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做中国人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兄弟们啊！我太难了，现在家里都没有菜了。越南这边呢疫情很严重，这2天没有买菜，家里就剩肉了，没有青菜。我老婆今天给我煮了一个鸡。你们很多大哥问我啊，在越南吃的习惯不习惯呢？你看看我媳妇儿做的怎么样，给大家见识一下。鸡腿，哎呦，我老婆做的鸡腿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啊？你呀，都吃掉吧。都吃掉啊？行啊。兄弟们，这个鸡腿它怎么做的呢？怎么这颜色？哎呀！其实吧，我吃点榨菜就行了啊。哎呦我天哪，这是鸡腿。你相信我，你吃吧。越黑越好吃。它不是黑，
哎呦，有点像粑粑一样。老婆，你先吃一个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很好吃。兄弟们，我吃了啊，我真吃了啊，要不要来一口？啊，你们吃饭没有？下次你们来我家里啊，来越南，让我老婆给你做个鸡腿，啊，绝对让你怀疑人生的颜色。我挑个小的啃一口啊。好吃吗？很鲜对吗？香，非常香。你怕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香，非常香，非常哇塞呢。为什么你怕？这个越南菜，兄弟们，你们来这边要有心理准备啊！我天天看我视频的，好吃吗？好吃，非常好吃，看你不舒服啊？舒服，有点咸，放了很多盐啊！这怎么做的，哥哥？啊，本来鸡腿应该不是这个颜色，给大哥看一看啊。公啊，这个我应该配点白酒啊，我这款啊，都知道啊。啊，都吃掉。老婆，你那个你去做你奶茶啊，我一会儿我慢慢吃。我看你做。哎，不，你去做你奶茶。你做吧，你知道了，我做。哎，你去做你奶茶，出去。这个我吃会饭，我吃会饭。哎呦，你吃饭呢？不舒服啊？啊，舒服。就快一点。咸。我看很鲜。哎，你尝尝。我吃了。你真吃了？真吃了。一共好像就买3个鸡腿。保姆，我们一人一个，一共就买了3个鸡腿，你肯定没吃。一会儿这个你吃了啊？这个不是，我太难了。赶紧去一边。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啊！我在越南胡志明。现在越南的疫情啊非常严重，每天上涨1万多例，我们不可以外出，外面现在在封城期间，每天我现在的生活就是陪着孩子，然后上网，有的时候直播。我今天整了一点菜回来啊，这个现在搞点菜都很难，我准备做2道菜给我老婆吃，看看我们今天吃点什么。噔，我今天买到大葱了啊，这个东西厉害了啊，很难遇的啊，还有点根黄瓜，这个昨天买了一个烧鸭。我准备炒个鸡蛋啊，这个榨菜是国内拿过来的，我准备鸡蛋炒榨菜。老婆开饭啦！欢迎宝宝，我们吃饭啦！真看。你自己待着吧啊，你自己玩吧。越南适不适合移民？越南的绿卡怎么办理 ？Hello， 老铁们，大家好，欢迎观看我们的视频。我是翔哥，我在越南这边生活，旁边是我老婆，她是越南人啊。很多老铁问我是不是在越南安家，然后移民到这边了，拿了越南绿卡。如果是要移民到越南，要什么条件？
我们今天就聊一下这个话题啊。首先我声明啊，我本人没有移民越南，我是永远不会改变国籍的啊，我是中国人。还有啊，我在越南生活，娶了个越南老婆而已，不是移民，是常住。所以说大家不要再问我是不是越南人啊，我是中国人。接下来我们说一下移民的条件。现在移民到越南这边吧，现在要在这边有一种啊，就是注册公司，然后投资5万美金以上。我听他们说，在这边合法经营3年以上啊，就是说正规的公司，保持合法经营的，可以申请越南绿卡，带着家人。还有一种办法就是跟越南人结婚啊，就是跟他们通婚。通婚之后啊，在这边满7年到8年以后啊，可以申请越南籍。我个人看法啊，移民越南呢不适合啊。这个，因为我们来到这里的语言不通，治安没有我们国内好，医疗方面和学校呢肯定没有我们国内好。如果说来这里养老了，有点不适合。来这边的工资啊，如果生活的工资的话，也还比较低，没有我们国内的那个很高的收入。到时候以后怎么办？这边是有很多华人，像我老婆她也是华人，她是第3代华侨，就是祖辈儿下南洋过来的，后来就回不去了。现在来越南的中国人呢，想的都是在越南做点生意，看看能不能挣点钱，觉得这边的市场啊前景还好一点。另外呢，还有1多半是想找个越南女孩结婚的。如果说想移民呢，成为越南人的几乎是没有啊。这次疫情爆发，很多在国外的同胞应该深有感触了啊。我们的国家就像母亲一样呵护她的孩子，就算我们在海外，你看我们也接种了那个免费的疫苗啊，我们大使馆组织的。再看看世界其他国家，就算那些发达国家，又有几个能做得到的？所以说我们幸福感很强啊，必须感恩。我是中国人啊，我觉得我感到很自豪。我肯定不会移民啊！此生无悔入华夏，来世还做中国人。谢谢大家支持，谢谢兄弟们啊！我太难了，现在家里都没有菜了。越南这边呢疫情很严重，这2天没有买菜，家里就剩肉了，没有青菜。我老婆今天给我煮了一个鸡。你们很多大哥问我啊，在越南吃的习惯不习惯呢？你看看我媳妇儿做的怎么样？给大家介绍一下。鸡腿。鸡腿，哎呦，我老婆做的鸡腿，你们看怎么样？啊？你呀，都吃掉吧。都吃掉啊？行啊。兄弟们，这个鸡腿它怎么做的呢？怎么这颜色？哎呀！其实吧，我吃点榨菜就行了啊。哎呦我天哪，这是鸡腿。你相信我，你吃吧。越黑越好吃。它不是黑，哎呀，有点想粑粑。老婆，你先吃一个，你吃了吗？我吃了，很好吃。兄弟们，我吃了啊，我真吃了啊！要不要来一口啊？你们吃饭没有？下次你们来我家里啊，来越南让我老婆给你做个鸡腿，啊，绝对让你怀疑人生的颜色。我挑个小的啃一口啊。好吃吗？很香对吗？香，非常香。你怕什么？你不相信我？香，非常香，非常哇塞了。为什么你怕？这个越南菜，兄弟们，你们来这边要有心理准备啊！我天天看我视频的，好吃吗？好吃，非常好吃。看你不舒服哦？舒服，有点咸，放了很多盐啊！这怎么做的，哥哥？啊，本来鸡腿应该不是这个颜色，给大哥看一看啊。公啊！这个我应该配点白酒啊，我这款啊。都吃掉啊！啊，都吃掉。老婆，你那个你去做点奶茶啊。
我一会儿我慢慢吃。我看你就。哎，不，你去坐在那。你就把你就带了我走。哎，你去坐在那儿出去。这个我吃会儿饭，我吃会儿饭。哎呦！你吃饭呢？不舒服啊？啊，我也舒服。就喝一点。咸。我看很鲜。哎，你尝尝。我吃了。你真吃了？真吃了。一共好像就买3个鸡腿。保姆，我们一人一个，一共就买了3个鸡腿，你肯定没吃。一会儿这个你吃了啊？这个不行。我太难了。赶紧去一边。Hello， 兄弟们，大家好啊！我在越南胡志明，旁边是我老婆，她是越南人。今天她要给我做一个越南版的蛋糕，啊，她准备了很多东西，一会儿给大家出个教程，看她怎么做的，能不能做成功不知道啊。如果做不成功，大家不要笑啊。老婆，你今天这是要干什么？我做蛋糕。就做蛋糕，你搞了这么多东西。对啊。就搞一个蛋糕，咱们出去买的话还划算一点。你买了这么多锅碗瓢盆啊，这都什么机器？给大哥看一下，这都什么机器？哎呦，你这还拿个秤啊？那还有一个勺子啊，记克重的勺子。你买这些东西，我都买了多少面包了？现在我说呢。啊4个鸡蛋。4个鸡蛋。面条。面不是面条，面啊，这是在越南买的面。越南买的面和我们国内买的面是不同的啊，它都是这样的。越南没有面，他们都是进口的。鱼。油啊，不叫鱼。糖。不行了。哎，行，中文不会说啊，对我看吧啊。糖啊，那是面。盐啊。不知道说。是啥东西？有中文呢。我也不知道啊，反正是煮面包的粉。然后要一点点这个。啊，要一点点这个，这是奶油吧？啊，这像奶油一样的东西啊。是够了。就够了是吧？老婆，你用不要这么大的锅呀？我没有小。哎，搞这么大锅啊，做蛋糕。这个手把手教你怎么做的啊，一会儿看能不能吃越南口味的啊。然后你玩手机吧，我不教。啊？这个是妹妹不教。哎呀，你教他吧，我今天我都拍一半了，你这气人的，还是秘密，这帮人会骂我的。你这个煮个蛋糕，你很秘密，没有人会像你这样煮的。你要买这么多东西啊，他们在这里外面买的话，几块钱能吃饱了。你买这个东西花100-200块钱都得。这个鸡蛋可以吧？啊，你用蛋清是吧？我媳妇儿用蛋清，看了吗？蛋黄不要啊。看着很恐怖啊，学一下吧，学都是知识啊。这个在家里没啥事的话，有条件的话，可以买点东西，照他这样煮一煮。现在他煮这个东西的话，在外面摆地摊的有卖的啊。越南那个摆地摊的小推车，在外面的卖零食的有。哎呦，这是淀粉啊。越南大米还行啊，但是没有面。面粉的话都是进口的，这都是给我们国内进口过来的。这里。啊，把这个到这里的蛋清啊，这里是蛋清。然后开这个。哦，搅蛋器啊。哎呦喂，这么恐怖呢？这么恐怖？你看来吗？你跑这里打蛋来了？
可以。哎呀，你都打成这样了！哎呀，打成雪棉豆沙了，厉害吗？厉害！行了吗？我哪知道，都打熟了啊！这个雪棉豆沙都打熟。还不行，还不行。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又开始。哎呀，这个什么东西啊！我这里搞。他在做蛋糕，啊，土办法啊，越南的蛋糕。哎呦，又倒进去几个鸡蛋，想不起来了，他晕了啊。这是油啊，会不会搞了？不会。你这不会。你要看看说明书啊！你又干啥去了？哎呀，谁用它？又开始打来了！哎呦我天哪，又开始了！怎么了？我做不行，做的不行。打蛋器坏了啊！这个打蛋器烧了。做2次没做出来，打蛋器。晚一点就去外面买，我就买一次。今天本来想发明一种蛋糕出来，被发明失败了哈。哎呀，买了这么多东西没打出来，没关系啊。太难。你呀，你今天做这个东西心意有了，老公我很接受你啊。你做这些东西我要鼓励你，不管怎么样，你要做东西给我吃啊，挺好挺好了。虽然失败了啊，下次你会成功的啊。你们不要准备。你们不要准备东西，像我媳妇儿似的啊，准备这么多，到时候没做出来。在外面买的话，买这么多家电的话，能吃多少个了？啊，能吃多少那个蛋糕了？啊，天天吃蛋糕都行了。哎呀，没关系了啊。那个，你这些花多少钱买的？老公给你，啊，你这些设备啥的花了多少米的？老公给你报销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生气。100万。哎呀，小意思啊，老公给你了。去买喺外面呢，买啊，这个蛋糕呢，一个1万。一个1万啊，一个3块钱买一个蛋糕。你说你花300块买这么多这么多东西，在家里摆地摊儿。我叫老铁们啊，如果老铁们想吃蛋糕啊，去外面买。你叫老铁们上外面买蛋糕了，你刚才是想教他们学的吧？这个外面失败了，没成功啊，完蛋了啊！还是所以说做蛋糕的师傅不容易啊，这个做很累啊，不能像我媳妇儿说的学做蛋糕，你这没做成功，把打蛋器也打坏了，这玩意儿还是搞坏了啊！行了，你让洗洗睡觉去吧，一会儿想吃啥我给你叫外卖了，浪费我8个鸡蛋。